我在今天我们要用的，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在想说，我一定要选一个最困难的一个经文来讲一篇的道，因为其实我在我的电脑里面有10几篇的道，是我已经写好都还没讲的，所以我就挑了一篇我觉得是最困难的。你知道我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很怕讲一些比较难的一些的东西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hard, it's 很硬，你知道。但是人生就是要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面，坚固的磐石就是硬的东西，你要学习可以把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一个东西硬我们就拒绝它。一个东西硬是我们要有神的恩典去调试，去面对，然后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相信在2024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要强壮的。And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this story.Genesis 创世纪第22章这边说，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就呼唤他。亚伯拉罕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疼爱的以撒，前往摩利亚，在我指示你的山上为他献为燔祭。”有些会念成燔祭，其实是念燔祭。OK。这是刚刚早上Sabrina 跟我说的燔祭。耶伯兰清早起来，准备好的驴，劈好的献燔祭的柴，带着2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动身前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到了第3天，亚伯拉罕抬头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就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子在这里，我和孩子到那里敬拜上帝，然后便回来。”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的肩上，自己手里拿着火种和刀。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题就是 Let this one thing transform this year， 让这一件事改变这一年，让这一件事改变这一年，让这件事改变你的2024。如果你在线上收看，你是2074年才看到这个影片的话，让这件事改变你的2074年，跟你旁边的 AI 的那个 robot，AI 的老婆跟他说，AI 的先生 ，OK，AI 的牧师 ，I don't know， 跟他说，让这一件事改变这一年。主，我们赞美你 ，We thank you for this morning， We thank you for this moment， We thank you for this miracle。你的话语就是神迹，你的话语充满着力量，你的话语充满着生命，你的话语充满着 potential of what our life could become。帮助我们今天的心思向你话语敞开，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中，成为那个好的种子。我们的心也是那好的土。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大家可以请坐。圣经充满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里面，这个大概是我觉得算是最奇怪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接下来的40分钟、45分钟，不是要试着去说服你，这不是一个奇怪的一件事情，或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只希望在接下来的40分钟、45分钟，可以帮你看到这个故事不是只是奇怪而已，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是奇怪，但是是美丽，对不对？跟你旁边说 I'm weird, but I'm beautiful too。我奇奇怪怪的，但是我还是美丽的，我还是美丽的。那我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看到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燔祭，燔祭是一个 burn offering， 是用火去烧的这样一个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赶快报警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在这边我先 clarify 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知道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的孩子会跟着他一起回家，这是他知道的。在英文的里面，他跟他的英文圣经里面，他讲的这边有做一个解释。他说，他跟他的 servant 说 ，Stay here and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我们会一起回来。但如果
不是只是，但是因为你知道英文圣经英文的版本不是原文，它不代表就是有 authority。但是如果你去看到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的话，里面有一个注解，就是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的孩子以撒会复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亚伯拉罕本来就有的信心，但是你有信心不代表你没有挣扎。信心跟挣扎不是两个东西，不可以放在同一个人的思维跟心里面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有信心，他同样也会有挣扎。亚伯拉罕虽然他里面有一个信心，相信接下来故事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子，这是你跟我都有的。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你都知道。有没有人的圣经是没有启示录的？没有，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故事结局是什么。We win, you win, and we live forever. 我们可以在神的同在里面 forever. We actually win.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结局，但是这不代表在1月7号，今天是1月7号吗？好，在1月7号的2024年，你没有一个挣扎。Because we still struggle， 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知道故事结局，但是这个故事对他来讲，人生中的这一个经历，我猜应该是最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最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一大清早他就起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准备好驴子 ，and that's something， 因为这。让我不禁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会这么早起，是因为他非常的兴奋吗？他非常兴奋接下去所做的事情吗？像一个小孩，我记得幼稚园我要去远足的时候，那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预备好，因为我迫不及待要去远足，是这种的心态吗？还是他是一整晚都睡不着？哦。我的 iPad 跟我说 ，Hello, I'm Siri.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need the Holy Spirit, not you. Sorry. 好 ，OK， 好。我不是亚伯拉罕，我也不是信心之父 ，But I am a father. 我却是一位父亲。所以 as a father， 我可以再猜亚伯拉罕当天的感觉。早上为什么这么早起？应该不是因为他非常的兴奋，不是因为他非常的兴奋，接下来要去献以撒，不是他非常的兴奋要把他的孩子带到山上，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这是 traumatizing 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他早上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兴奋，他那天早上会这样子起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彻夜睡不着觉？他躺在那边，眼睛睁着开开的，直到看到那个黎明升起的那一刹那，他就起来。他知道他必须要去做一件他可能非常不想做的一件事情。神有没有曾经对你说过一件话，说过一句话，或是在你生命中做一件事，让你彻夜睡不着觉？有些人说，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会有一股平安进到你的里面，让任何的暴风你都可以安稳的睡过。那 I not denying that， 我相信这是真的。有些的时候，神的确会讲一句话，让你有个平安，可以安稳的睡过去。但是有些时候我睡不着，就是因为神跟我讲的一些东西。有时候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 struggle 就没有了，我们的挣扎就没有了。但是偏偏就是有些时候，我的挣扎就是因为神跟我讲了一些东西，或在我生命中做了一些事情，是这些东西带来这样的一个挣扎的。在3年多前，我们准备要我们在寻找新的场地之前，我们在一个夜店聚会，所以在3年多前的有一天的晚上，我得着消息，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场地。这个场地是我们可以去使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5点多6点钟。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然后我就7点钟我就
马上传简讯给我们的团队说 ，Guess what, we got the place。因为我过去1-2个月是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 business manager， 他帮我们在 negotiate 这些东西，他是教会这个领袖，他在 negotiate 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得到的时候7点钟6点多我知道这个消息，7点钟告诉所有的 staff， 然后那天我们家人在度假，我们在花莲还是在哪里？那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的家人去睡觉。从10点钟、11点到凌晨的4点，我睡不着。他们一睡觉的时候，我就打开我的 laptop， 打开我们的 finance 的所有的这些的 statement， 打开我们的 budget， 我就开始在算。因为当我们进到这个场地的时候，我们的场地费从原本我们用的地方。因为夜店的老板是一个朋友，所以他几乎让我们免费去使用这个场地。对一个年轻来，一个刚1岁多2岁的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一夕之间，我们的场地费增加的不是3倍，是30倍。你如果我做过 business， 你可以想象你的 facility cost。一夕之间跳30，这对你整个 financial 是怎么样？所以我那天打 3-4 a.m. 我那边I'm trying to think what to do， 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去弄这些东西 ？And so I know 有时候神说话、神做事的确会让一个人睡不着觉，有些的挣扎。And I think perhaps 对亚伯拉罕他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夜晚。Because of what God said to him， 他里面有这个说 ，Watch what happened。第2节这边说，上帝跟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爱的以撒前往摩利亚，在我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对亚伯拉罕一定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挣扎。为什么？因为这一件事情完全不符合一般的逻辑。神让他做的这件事情完全不符合一般的逻辑。神让他说 ，Take your son, your only son， 你独一的那个儿子，我应许给你那个儿子，我要让你拥有很多后裔的那一个儿子，我要你把他献上给我。亚伯拉罕心里在想，我虽然没有 biology 的 PhD， 但是我有基本的常识。这个儿子如果死了，就不会有其他的儿子的，就不会有孙子的，就不会有后裔的。So I might not be educated, but I got common sense. Sometimes people are educated, but no common sense. 有时候人有很多家长没有 common sense. Okay, I'm just saying. 但是我们都不会因为神讲一句话，如果这个他讲的东西是 make sense， 我们在这个上面绝对都不会有挣扎，对不对？我希望我们已经够成熟到一个地步是，如果神今天跟我们说话，这句话他叫我们去做什么，但这句话我们觉得 make sense， 我们不会迟疑，马上就去做。We don't struggle on the things we don't struggle on the things that make sense。要刷牙 ，sure make sense。要爱你的朋友们 ，that makes sense。但是要爱你的仇敌 ，well that doesn't make sense。为什么我要去爱一个从来没有秀给我看任何kindness、任何慷慨或是任何良善的一个人 ？Why would I love somebody like that? It doesn't make sense。我要你开始，神说我要你成为一个11奉献的人 ，that doesn't make sense。Even as a pastor， 我要直接告诉你 ，tithing logically 很多时候不 make sense。再过5天6天就会选举。如果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不管他的民调是怎么样，如果接下来有一个候选人，他接下来的几年搬出一个政见是，我当选总统之后，每个人的所得税要增加10%，我可以给你保证，这个人绝对不会当选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It doesn't make sense. What are you asking? You're saying 我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我都已经这么说，你还要我把10%给出去 ？It doesn't make sense. Here's a little exercise you can do. 你可以做那个小小的一个 exercise。你打开你的圣经，然后去 list out 所有神说的话，但是不 make sense 的时候，神到底有说了什么不 make sense？ 当你要去
攻打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哥利多，耶利哥，哥利多，哥利多好像是一个饮料，哥利多喝了再上，那是奥利多，哥利多是山寨版的奥利多。耶利哥城 ，Here's a city with a wall， 这么大的一个墙 ，This is a strategy， 这就是你攻下这个座城的一个这座城的策略。This is a strategy， 我要你围着这个城，每天绕一次。That doesn't make sense。但是等一下，蛋起来，第7天的时候，你要绕7次。但是超不 make sense， 乘以7而已，对不对 ？It doesn't make it better。超级不 make sense。It doesn't make sense。It doesn't make sense。当法老他有几百万个 free labor 免费的劳工的时候，神跟摩西讲说：“你去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你要容我的百姓离开。That doesn't make sense。That doesn't make sense。It doesn't make sense。当你在面对的米甸人这么强大一个军队，他们经验比你多，人数比你多，武器比你好。你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军队的时候，神告诉你，把几乎所有的人都送回家，只要留下真正想要留下的300个壮士。That doesn't make sense. That doesn't make sense. It doesn't make sense。当你一整晚捕鱼都捕不到鱼，但是耶稣一出现，告诉你往那边捕鱼，你捕下去的时候，捕到这么多的鱼的时候，捞进来的时候，这对一个渔夫来讲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刻。彼得每天晚上睡觉想办法做梦到就是一整艘船的鱼。It's like 如果是 financial the banker, financial advisor 或是 investment bank, it's like generating alpha, big alpha, like 这么大的一个丰收，这么大丰收。但是当耶稣才让你得到这么大一个丰收的时候，他下一句话是说什么？放下这一切，来跟随我。我可不可以先把它给卖掉？耶稣，我可以至少把这鱼可以带到市场去。Can I just sell it？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带这么多鱼跟着你，但是我至少可以带几个金条吧。It doesn't make sense。如果你看整个圣经，有好多的故事是超级不 make sense 的。But here's another exercise 你可以做 ：Go through the Bible， 然后看神怎么透过这些不 make sense 的故事来成就伟大的事情。这麦克风一定没有 work， 因为没有人在拍手。This is great. Think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doesn't make sense. I pray 2024年对你来说是一个不 make sense 的一年。I pray 在2024年 ，because 很多的 potential， 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神要做的事情，都在藏在一个不 make sense 的另外一边。And so what God told Abraham, it doesn't make sense. 神跟亚伯拉罕讲的不 make sense， 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不 make sense， 要做一件不 make sense 的事情上，他有他的挣扎。但是亚伯拉罕最深的挣扎，不是只是这件事情不 make sense。亚伯拉罕最大的挣扎是，这好痛 ，it hurts。It doesn't just not make sense, but what you're asking me to do， 你要我做的 ，it hurts. It hurts. 这是我所爱的孩子，这是我祷告许久才得着的孩子，这是我按照你的话，相信你所供应，相信你跟随你所得着的奖赏，这是我的宝贝。而你今天在这个时候要我把它放下来，所以不是只是不 make sense， but it hurts。亚伯拉罕要跟着以撒，准备要献上以撒，要走了3天的一个旅程。This morning 我开车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在思考3天这件事情。I was thinking， and 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在思考，
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会希望这3年是更长，还是更短 ？I don't know. Maybe 更长，因为他不想要 say goodbye。因为更长，想要更长，因为他不想面对这件事情。But maybe shorter， 因为你怎么有办法跟着你准备要现在孩子走这么久？3天看着他，3天牵着他的手 ，That must be difficult. So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对他来讲，他是想要更长一点，还是更短一点。But I just know he must have struggled. Again， 我不是亚伯拉罕，我不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我是一位父亲。这对一位父亲来讲，一定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要这样子 say goodbye, because it always hurt to let go of what you love. 要放下你所爱的，是极大，不仅是困难，但是痛苦。我在2009年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一些的机会之下，我开了一个像一个公司，我们做 events 的 business。然后我们做这个 events 的 business， 那时候我在之前教会已经在全职，我们开始在建立。那时候我待的国际牧区开始在建立这个牧区，但是因为薪水真的非常少，所以我有另外一个 side business。Right， 那这个 side business 给我蛮棒的一个 income。这3倍就是做 event， 我们做 party、做活动、做这些东西。然后当我的那个牧区在成长的时候，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开始知道我的时间的分配，我没有办法继续去做我的那个 business。所以我去找我的 business partner， 我跟他说 ，Do you want to take the business? You can take the business. You can have it all. We can work out a deal. You have it all. 然后接下来你去发展。但他看着我，他说 ，cause 我们俩都是朋友。他说，如果你不想做，我们就那他也没有想要做。他说 ，If you're not gonna lead this， 你不想做，那我也不要做。我们就好吧，我们就把这个 close it down. And that was really hard. That was really hard. 但是我会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在思考一件事情。你可以说是祷告，你可以说是思考，反正就跟着神一起在思考一件事情。我在思考里面，我觉得想象我已经50岁了，还是50几岁 ，maybe 60岁 ，I don't know， 至少比现在还老。然后在那个图片的里面，我的这个 business 非常的成功，非常非常的成功。因为反正想象嘛，想象当然就是想象，就是对 ，right？ 对啊，有可能对啊，想象不用钱嘛，对啊，想象有可能第2年就失败，但是反正，cause I was just imagining。但是在我的想象里面，这个公司非常非常的成功，但是在这个图片里面，我非常的不快乐，因为我知道这个公司要成功，我必须全心的去投入，我就没有办法全心投入做神呼召我要来做的事情，就是神那时候呼召我要来建立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 ，I know I need to let go of 这样的一个 business，and it was hard。因为当你20几岁的时候，我刚来台湾，因为这个 business 让我认识超级多的人，真的认识到我没有想象过认识到的人，认识到只有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的人，认识到这些说的这些的人。Now, so in this business, I was somebody. At church, I was nobody. At church, 我就只是300个员工里面的其中一个员工。我的名字到我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在 Orchard 的里面过。And it hurts to let go. And I know 在你的生命中，我这样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有共鸣。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第一次你感受到神叫你要 sacrifice 跟 let go 一些的事情。而你很难去 let go 这件事情 because it hurts. Now, why does it hurt? Because you care and because you love. 因为你在乎，因为你爱。So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it hurting. 痛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但在今天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真实相信神比你还 care？ 你是否相信神比你还爱？亚伯拉罕，你是否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以撒？亚伯拉罕，你是否相信神他还没赐给你这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已经想到他跟认识他了？在
8年前我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Peggy 我太太她非常的 chill， 我就觉得她为什么有办法这么的，就是安稳。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超级崩溃的。那我们在想她接下来的 care， 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帮没有钱送去保姆，我就自己带她上班，然后那边写讲堂、开会，就每天这样抱着她，然后结果我就超崩溃。然后有一天 Peggy 她就是我看她为什么完全都没有崩溃，然后我就问她，她就说。他说：“因为我跟神做一个祷告，他说我在祷告里面跟神说，这是你的孩子，你比我更爱这个孩子，你比我更 care about 这个孩子，所以我就把他交给你了。And whatever happened, happened， 就是这个样子。If you're struggling right now， 如果你是父母的，你在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天父比你还更爱这个孩子？”你知不知道，当你还没有在 Ultra 上看到那一点的时候，你的孩子就已经 exist 在神的脑海里面，不是只是 as a concept，but as a reality。神已经认识他的灵魂，神已经认识这位孩子，他今天只是把这孩子放在你的手中，但是他还没有放在手中的时候，神没有把他手给拿开来。God's hand is on this child。神他爱这个孩子 ，I know it hurts, I know it hurts。所以亚伯拉罕的 struggle 就是这件事情不 make sense， 而且这件事情好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该怎么做 ？What can you do？ 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他怎么做。Just look at what Abraham said， 他怎么说？他说：“我在这里 ，Here I am, Here I am。” Now that's a powerful, powerful statement.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这句话就是他做的 project 就是背上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 Here I am 的希伯来文是 Hineni, Here I am。那我很喜欢这句话 Hineni, Here I am。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充满着真实，充满着诚实，应该说诚实，充满着诚实。Here I am, Here I am。他第一个，他代表是一颗向神敞开的心。Here I am， 我在这里。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我去做什么 ？Here I am。但是我之所以会说这句话充满着诚实，是因为当你说我在这的意思，就代表我还没有在那里。人生不是永远就是这样子吗？永远你觉得你需要到那个程度，到那个地方，你才有办法这样子做。但是人生永远就只是在你现在这个地方而已。有些的 obedience 跟着是你不需要等到在那个地方你才去做，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在你破碎的里面，在你挣扎的里面，你可以说 Here I am, I'm struggling, I'm confused。我充满着疑惑，我充满着困难，我充满着挣扎，我充满着过去你说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里面所在我里面产生的情绪。Here I am， 这些的东西都在我的里面。Here I am， 我没有到那，我多么希望我已经是在那个地方，我多么希望我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多么希望今天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这些的感受，但是我就是不是在那个，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而已。And God says that's enough。And that's all I ever need you to be。 我只需要你站在这个地方，你生命中站在的每一个，你生命中不管是在什么季节里面，神说我只需要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在此时此刻说 Here I am， 我在这，我在这 Hineni。 为什么 Hineni 的后面有一个惊叹号？不是因为我们的 Screen Support 非常的兴奋而打一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是在我们在 transliterate 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会加上去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它是在告诉这个读者这一个他的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语气到底是什么。What's the 语气？那in English 我们说它是它的 demonstrative particle. Now I'm not going to bore you with that. 我不会让你很无聊，至少帮你上一个希伯来文。但你只要知道这一点 ，demonstrative particle 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宣告。
这代表是一个 Here I am and I like that。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是让我们的情绪来宣告所有的一切。我们用我们的 emotion， right？ 有什么感受，啪就出来了。所以你的 emotion 很多的 exclamation mark， 啪。But you know, right？ 如果你持续这样做，你不会有任何的朋友，因为人家会害怕你，人家怕你跟你在一起 ，because you're like a ticking bomb。但这不代表人生不会有一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不是你的 emotion， 是你的 belief。是你的 belief， 是你的信心，是你所执着、所相信的东西，这个是那个 exclamation mark。And in life， 我们的人是建立在这些的 declaration 的上面。我相信神是谁，我相信他是良善的，我相信他是信实的，我相信直到如今神都没有丢下我，直到如今神还是与我同在，这是我所相信。That's the exclamation mark。Why is an exclamation mark important？ 为什么这样一个惊叹很重要？因为人生永远是我们看下一个，人生永远会有很多的问号。You will never get rid of all the question marks。一个问号解决，下一个问号又出来；3个解决，4个出来；4个解决，5个出来；5个解决又跑出2个，再跑出3个。So you never get rid of it。这些的问号永远在，但是谁说你生命中有问号就不可以再加一个惊叹号的 ？And I can have questions, I can have struggles。我可以有这些，但是我还是可以有个宣告。我可以有我的挣扎，但是我还是有个宣告。Here I am, here I am, here I am. I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here I am。我不知道怎么去做 ，but here I am. It hurts, but here I am。这让我非常痛 ，But here I am。我还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我这句话，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 ，But here I am， 我在这。Here I am, here I am。Because there's a power in the sacrifice that you make。当你献上的祭，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Watch， 第9节这边说，他们来到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兰就在那边筑起祭坛。It's always sacrifice。Your whole life 都在筑祭坛，你 whole life 都在筑祭坛，只是你献的是什么，跟你对谁在献祭。你永远都在筑祭坛，永远都在筑祭坛。亚伯兰筑起这个祭坛，就把柴放在上面，然后把以撒捆起来，放在。Just imagine this， imagine 这个超级不 ，That doesn't make sense。Binding of it 绑起来 ，Why do you 绑起来 ？Because 火烧的时候是会跑走的 ，It's hard。亚伯拉罕就伸手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回答说：“我在这。” See that? Here's that word again. Hineni， 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这是亚伯拉罕他的座右铭。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听你说，不可动孩子，不可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敬畏上帝，因为你不惜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献给我。感谢神，亚伯拉罕没有中听。什么 ？I heard something. This. OK， 这是亚伯拉罕抬头一看，见有一只公绵羊，两脚卡在就是一个树丛中，这个我就不试着去念了。于是把羊取来代替他的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就称那个地方为什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以勒是什么意思？因为直到如今，人都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 ，Jehovah Jireh， 耶和华以勒。那整个旧约的里面有非常多耶和华启示的名字，所有的 THC 的学生都说 Amen，because 你有读过我的摩西五经 ，right？ 里面有很多的名字，里面有包含了耶和华尼西，代表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 Rohi， 他是我的牧者；耶和华 Tzidkenu， 他是我的 righteousness。但是所有这些名字，没有一个像耶和华以勒这么的有名。耶和华的以勒这个名字是非常多人都知道的。But watch this now. Just because it's the most well known
它虽然是最 popular 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是这不代表对你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名字。你知道什么对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神的名字吗？就是你亲身经历到的那个名字。It's the one you experience. It's not the one that's repeated by other people. 不是大家最容易拿来写歌的名字，是你亲自去经历到的名字。亚伯拉罕得着这个启示，这个启示是神真的是充充足足供应我一切的那一位神。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启示，但是这个启示 came after the sacrifice， 是在献祭之后才得着的这个启示。我们的生命中若没有学习献祭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神会给我们资讯，但他不是只要给你资讯而已，他给你的是启示。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你没有带一个献祭来到神面前，神讲的每一句话就只是资讯，但是资讯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生命，资讯没有办法使人变得更好。只要去看 Internet 就知道了 ，Internet 是超级多资讯。但是一群就是 OK 好，就这样。所以 Internet 证明一件事情 ：information doesn't transform anybody, but revelation 启示。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这个资讯就变成启示，神的话语就变成一个启示。神的话语出来像是一个 information， 但是当我们学习献祭的时候，学习摆上的时候，这个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启示 ，and revelation transform lives， 是启示转化人生。所以让这一件事情转化你的这一年，让这件事情改变你的一年，就是今年你要学习献祭，你要学习在神的面前献上神要你所献的祭。今年神跟你说了什么？你有没有办法来献祭？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基督徒可以当一辈子的基督徒，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献上任何的东西。Because for most of us, it costs us nothing to be a Christian. 对我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我们从来不用付上代价的一句话，从来不用付上任何的代价。And is it any wonder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只是从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点点的 upgrade。Because information 可以 upgrade 你， but revelation 才可以改变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献祭的话，我们可以 OK， 我们比我们现在信的主，我们比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更开心一点。但是我们没有晓得什么叫做被圣灵的喜乐彻彻底底从里面被更新。Because that's a revelation that comes with a sacrifice. 当你 sacrifice 的时候，当你献上的时候 ，something happens. Something happens.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服你这件事情。But something happens. Something happens in your soul.让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我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我是一位看重神的跟他国度的人。Something happened, you changes who you are。它改变你，它不是只是一个宗教，在所有心里选择你之后，你们 tick 的一个 box， 一个选项 A 还是 B 还是 C 而已。It becomes your one and only。它成为了所有的一切。神今天要你放上什么？献上什么让这件事情来改变你 ？I know it's hard， 因为有时候真的不 make sense。I know it's hard， 因为有时候 ，because it's something that you love。Somebody 刚讲我们一个团队的人，他我不说名字，但是他说他接受了我们的job offer的时候，马上他之前的 dream job 就给他一个 offer。That's hard。It's hard, isn't it? 但是这边说，耶和华的天使再次从天上呼唤亚伯拉罕，对他说：“耶和华说，你既不惜献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凭自己起誓，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这边说，你
既不喜献上什么，你独一有 one and only son， 我必赐福给你，我必祝福你。我给你的祝福是什么？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来得多。So you gave one and you get what? You gave one, but you got many. 你献上一个，你得着的是更多。所以今天的讲到只有 one point, and it's this: whatever you sacrifice to God, you receive back multiplied. 你会倍增的得回你献上给神的一切。2011年，我献上了我那时候的 business， 今天神给我的 hope。You always get back more. You always get back more. 你没有办法 get back， 只是你想象的那一个。你没有办法只是 get back， 你梦寐以求那个而已。但是神 always give you back more。所以当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要献上这么多的时候，你的回答是Oh, this? I guess 你可以说是献上 I guess. But what I'm really doing is sowing. 我在做的不是只是献上，我在做的是撒种。撒种的意思就是你拿你仅有的献上，你拿你仅有的 surrender， 你拿你仅有的给出去 ，because you believe 有一天你会得着的比你献上的还来得多。这就解释了这个经文，这就解释这个，我们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这边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献给他们，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所以看到神献上了什么？他 sacrifice 什么？一位儿子，他得着是什么？一切，一切。Whoever 一切所有呼叫他的名的，这些都成为神的孩子。他献上一个得着的是众子，他献上一个得着的是所有这些的孩子。Because he was sowing, and this explains 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士兵在戏弄他。他这样子跟他讲，路加福音这边说，士兵们戏弄了耶稣，因为他挂在十字架，拿了这些酸酒上前给他喝。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是犹太的王，你救救你自己吧 ，Save yourself。”英文版本 ：“Save yourself。”救救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保存你自己 ，Save yourself，Save yourself。不知道那天哪个东西比较酸，他们给的酒还是这句话 ：“Save yourself。”但是耶稣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为什么？耶稣没有 save himself. Why? Because he was sowing himself. 他是把他自己当作是一个种子献上，把自己当成一个种子撒出去。这一个的献上，这个 sacrifice change everything， 改变了人类的历史。Is it possible？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缺乏真实的 transformation， 真实的转化，真实的彻彻底底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改变，因为我们一直保存着 saving what we're supposed to be sowing， 我们一直在保存神一直叫我们要摆上的东西。So let me ask you， 2014年或是2074年的你，在今年一开始。神告诉你要献上的是什么 ？What is that? And I know 有些的时候不 make sense. And I know 有些的时候 it hurts. But I want to pray for you because we're going to do it together. 神对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在说话，好吧？我们低下我们的头，把手放在心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谢谢你，今天我知道，可能不是第一次你在跟我们说要献上的东西，放下的这一些，而是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该献上的，放下我们该放下的，摆上我们该摆上的。可能是你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但是今天神要你把它献上。
可能是你的权利。That's the hardest thing to put down， 你的权利。但是在一个婚姻里面，你可能知道，两个都征求他权利的人，不会有一个好的婚姻。You have to let it down. You have to let it go. 要学习把它给放下来。可能在财务上面，神在鼓励你，在 forward 里面或在 seed 里面成为一个 type 的一个人。这可能是神要你做的在 finance 上面的一个摆上。What is God asking of you today？ 今天我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信实总不撇下我们，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今天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是能力，来献上我们该献上的。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寻求你的恩典，愿你的恩典覆庇我们，愿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愿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可以献上他最需要献上的那一位。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邀请你在我们中间来做伟大的事情。在2024年，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相信你要在我们中间来动工。在台北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 Home Nation， 所有的每一个人，我都相信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可以来到台前，如果你需要被祷告的话，说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为你祷告。可能有些东西你想要放下，但是也很难放下；想要献上，但是你很难献上。Com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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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圣洁的神，我们爱你。神的同在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在邀请一些人回家。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想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可以闭下眼睛，不用看你旁边的人，因为现在的时间就是你跟神自己的一个对话。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主，还有你的救主，你现在就是有一个机会。这个爱你的神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数到3的时候，如果你要接受耶稣的话，我邀请你可以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不是给我看的，而是给我们的神看，跟神说：神，我愿意跟随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还有你的救主，1、2、3，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我看见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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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我看见你了。哇！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跟着刚刚做了这个决定的人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并且是在十字架上，并且是在十字架上，在第3天复活，在3天复活，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今天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还有生命的救主。还有生命的救主。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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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